值得尊重啊。这场决赛被奉为世界花式撞球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一场决赛，他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由台湾入籍中国大陆的运动员。在他身上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且听大圣为大家慢慢道来。大家好，我是大圣。今天的回顾经典带给大家的是2005年的世界花式撞球锦标赛的决赛。对阵的两位选手都来自宝岛台湾。现在在场上击球的这位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有着泰山神童美誉的吴家庆。当年年仅16岁，因为出生在台北县的泰山乡，因此被称为泰山神童。而他的对手是有着小魔王之称的郭伯成。两人在决赛开始之后一直打得非常的焦灼，吴家庆一直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优势，但是在12-10之后，小魔王郭伯成突然发力，连下5局，距离冠军仅1步之遥。这颗1号打进之后，白球的杆法稍微高了一点点，给自己形成了一颗吊球。看一下吴家庆的这个解球，3号球幸运落袋，但是白球同时也洗了底袋。上帝给你打开了一扇门，却同时也关上了一扇窗。关键时刻，幸运之神站在了郭伯成一边。这场比赛之所以被奉为最经典的决赛，女神塔布的指法也为比赛增色不少。随后，郭伯成自由球上手，轻松拿下此局之后，手握5个赛点，距离冠军仅差1局。今天是2022年的新年第一天，大圣首先要感谢球迷朋友们的相守和陪伴。在过去的1年当中，我们看到了简单的快乐，看到了纯粹的勇气，看到了顽强不屈的坚守，也看到了不期而遇的美好，看到了相守互助的感动，也看到了生生不息的希望。真想自己一觉醒来，回到了初中的课堂上，旁边坐着那个大眼睛的他，而老师的粉笔头正好砸在我的头上。哎，梦又醒了。此时大圣想起在天道当中丁元英的那首自嘲，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本是后山人，偶作前堂客。醉舞金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大智系功名，海斗量福祸。论到囊中羞涩时，怒指乾坤错。好吧，自嘲过后，咱们又重新回到比赛。大家看到郭伯成的长相，是否会觉得和吴家庆差不多，甚至还要小一点？其实郭伯成出生于1978年，比吴家庆大了整整的11岁。看一下老郭的赛点局冲球，已经手握5个赛点，没有人会认为冠军会旁落。开球之后1号球落袋，但是2号球居然没有进球的线路。老郭决定防守一杆。注意看一下这个2号球，居然没有吃库。在9号球的规则当中，选手的每一杆击打都需要有目标球或者白球吃库，因此郭伯成这一杆犯规了。你能想象得到，当16岁的吴家庆上场之后，场下的小魔王竟然再也没能回到球台。在咱们最近做过2期9球的视频之后，发现很多球迷朋友对这项运动其实并不是很了解，甚至说它是小孩子玩的游戏，袋口像脸盆这么大，咱们现在的中巴选手或者斯诺克选手都可以吊打他们。大圣想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打9号球讲究的是对母球的精细控制，每一颗球都是单颗球的交位。你打1颗2颗觉得简单，但是要连续不断的维持白球的精细度和进攻的稳定性，那就相当困难。梁帆去参加世界10号球锦标赛，被吊打成啥样，咱们就不多说了。而吴家庆去年第一次参加中巴精英赛，便战胜梁帆拿到了冠军。你说他们到底谁厉害？接下来咱们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位传奇小子吴家庆。在2005年，吴家庆这场神奇大逆转之后，又在当年拿下了黑巴世锦赛的冠军。年仅16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双料世界冠军。这个记录今后恐怕很难再有人打破。2007年，18岁的吴家庆准备赴新加坡发展，却被湾湾的撞球协会处以禁赛除名的处罚。整整2年多的时间，正处在巅峰期的吴家庆不能参加任何比赛。随后，吴家庆出任中国国家女子台球队的教练，成为了陈思明的师傅。这就更加激怒了湾湾的撞球协会，两边算是彻底的撕破了脸。2011年，吴家庆宣布放弃台湾护照，加入中国大陆籍，正式成为中国国家队的一员。而在2012年，由于湾湾的法律规定，任何公民想要转籍都必须服完兵役，吴家庆不得不又回到湾湾重新服兵役，还被迫写了道歉声明。这里面究竟有多委屈，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而在服役1年半之后，吴家庆又被查出了血癌，就是咱们说的白血病，才得以提前退役。现在依靠药物治疗，病情还算稳定。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吴家庆在大逆转的过程当中最精彩的一局球的处理。开球之后虽然有球进，但是4号跟6号相贴，3号球又没有 K 球的线路，看一下吴家庆会怎么处理。Looks pretty good. And now it's all about negotiating position. Who is that? But you put yourself in this young man's shoe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you are 2 racks from the title, but knowing that one slip and it may be gone. 利用低杆的左塞挂进袋口的7号，完美的处理。郭伯城刚被点燃的希望瞬间又被扑灭了。这颗4号球还需要准度再弥补一下。这个时候的任何失误都代表比赛结束。准进之后，3库完美的交到了5号。Well, it looks like he's going to join Quo. To decide the world title. 在打进9号之后，吴家庆扳平了比分，双方来到了双听决胜局。刚才鼓掌的这位是吴家庆的妈妈。看一下这颗关键的冲球，1号、2号分别落袋，3号球的位置简直完美。接下来就要看16岁的吴家庆能否顶住这巨大的压力了。天哪，大跑了一点点，差点没进。It's so close now. Well, they're going to be erupting. 3. On a practice table. 打进6号之后，吴家庆赶快下去调整一下，看得出来他实在太紧张了。当年的郭伯城27岁，而泰山神童吴家庆16岁零5个月。And he's a part of it. It's not ideal. It's not. Is there one more turn of the page? It's not ideal. Where does the cue ball go? It looks pretty close to ideal to me, Jim White. The celebration can start. 由于吴家庆是左手，这颗球并不顺手，还需要用到架杆。这颗球关系到10万美金的归属。有机会大圣给大家聊一聊花式9球世锦赛的会外赛究竟有多难打。几百名世界顶尖的选手参加，每天只出现2个名额，打一场下来简直就是剥掉一层皮。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哪位顶尖选手能够连续拿到世锦赛冠军的原因了。打进了，吴家庆完成了超级大逆转，以16岁零5个月的年纪成为了历史第1人。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他把比自己大了11岁，并且手握5个赛点的对手死死地按在了场下。这个冠军你当之无愧，实至名归。今天的回顾经典，2005年的世界花式9球锦标赛的决赛就为大家带到这儿，希望你能喜欢。回顾大师高光时刻，关注大圣撞球频道，经典永流传。谢谢您的观看，我是大圣。虽想赛。这个孩子自带 BGM， 在英国他被称为奥沙利文武士。大家好，我是大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火箭奥沙利文对阵英国的一位小孩的表演赛。很巧的是，这个孩子的名字也叫诺尼，因此英国的观众把他称为奥沙利文武士。
既然是表演赛，哪能打得那么认真？当然要给小诺尼留下一些表演的空间。孩子，你的这颗进球让我想起了大澳的周小龙。打进这颗进球之后，你仿佛已经赢了6届世锦赛冠军、千杆破百的奥沙利文一世。小诺尼的心态很好，下场之后还给火箭调侃道：“我故意打不进，也是想给你留一些表演的时间。”这咋好意思，兄弟？他们看我都已经烦了，还是把时间留给你。这小诺尼有着惊人的表演天赋，我看交给郭德纲可能前途还更好一些。小诺尼的架杆号称排名全英国同龄年阶段的 No.1， 好吧，算我没说。这个中带还有一点奥沙利文武士的影子。昨天大圣又不争气的看了一场威尔士公开赛的资格赛，
就是咱们国内的流量大明星对阵高阳的那一场。比分虽然很惊艳，4-0，但是这个过程实在就没法说了。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让我不淡定的是比赛结束之后，各大博主对这场比赛的评价。在这儿，大圣也不怕得罪人，我就想说一句话：还要不要脸了？球打成这个样子，怎么又重返巅峰了？怎么又剑指冠军了？怎么又王者归来了？就昨天打那个球，别说碰见前16了，就是碰见前32，我想这个比分应该是倒着的4-0。咱们就别说火箭前几年的评价了，就说最近马叔、老张、萝卜、皇帝对他的评价吧。别人说的很含蓄，但是总结一下就是一句话：商业活动太多，没有练球。当然，支持他玩物丧志的球迷会说，怎么样，他拿的冠军还不够多吗？中国有哪一位选手可以比得上？你拿一个试试。而且有这样言论的球迷还不在少数，大圣都懒得回复，只想说一句：你们开心就好。大圣想说的是，30、45岁正是斯诺克这项运动的黄金年龄，753节、803巨头，无不是在这个年纪打出了自己的辉煌成绩。不奢求他像753节这3个老家伙这么敬业，至少克鲁斯堡他还没有登顶过，就不能称为真正的世界冠军。大圣每次都不争气的继续看他的比赛，就是想看到他有真正的反思过，实现真正的王者归来。但是至少目前我没有看到。今天的二哥吉米怀特打得再差，咱们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以及崇敬的目光，因为二哥为了自己的理想从没有放弃过。业精于嬉而荒于细，小时候的那部动画片《骄傲的将军》，我希望他再翻来看看。本不想说，但是又说了那么多废话，大家今天就当我是唐僧好了。小诺里这杆没有解到，并且形成了一杆飞波，但是火箭还是没有打飞波，毕竟是奥沙利文武士，面子总是还要给一些的。
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奥沙利文一世跟奥沙利文五世两位罗尼打了一场开心的比赛，并且给小罗尼留下了一个美好的记忆。回顾大师高光时刻，关注大圣撞球频道，经典永流传。谢谢大家观看，我是大圣。很多人说赵君彤从12岁开始打球，那么11岁的赵君彤是什么水平呢？大家好，我是大圣。最近看到网上很多帖子说赵君彤从12岁开始打斯诺克，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误区。咱们先来看一下11岁的赵君彤是什么水平。咱们先注意一下篮球旁边有一道 X 型的印记，这些都是刻苦练球留下的痕迹。这些都说明在11岁的时候，赵君彤练球已经很刻苦了。赵君彤1997年出生于陕西西安，从小跟随父母在深圳长大。12岁的时候跟随武文中学球，而这段视频拍摄于2008年，这时的赵君彤才11岁，也就是说第2年他才跟随武文中学球。这时的赵君彤已经展现出了极高的斯诺克天赋。看一下这杯咖啡的焦味，发力通透，力感极佳。此时的赵君彤已经达到了一个业余顶尖选手的水平。上手便是豪横的一杆青苔，小小的年纪便展现出大师风范。看一下这腼腆而又清澈的笑容，跟14年之后英锦赛夺冠的笑容如出一辙。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赵君彤射篮球的准度。都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这些艰苦周折的训练，又怎会有今后傲视天下的勇气？吹起路上，歷遍多少創傷，在那張蒼老的面上，已記載了風霜。深秋雨日，前窗是電視，迫不得已的畫面，說再見。回望昨日在異鄉那門前。唏噓的感慨一年年，但日落日出永年前。這在望着真笑容時，亦不知不覺的無言，讓日落暮色滲滿淚眼。
篮球到袋口的距离1.99米，全场3比16。打篮球点的练习是列奇斯诺克最基础的一项基本功练习。至于到底难不难，大家去试一下就知道了。此时赵俊宏已经连进了40颗，而且全部都是粗心灭败，这简直就是一台进球机器。此时的赵俊宏说他感觉到有些累了。咱们看一下这颗进球，打到第42颗才出现第一颗挂脚入袋，这是真的有些累了。连进42颗，你能连进多少个？欢迎评论区留言。射进篮球点，全场3比16，欢迎大家拿起球来试一下。这一局